上午很幸运的没有被贴罚单，我也可以继续安心出发啦。下一站要去罗卡角看看，它可是被评为全世界最值得去的50个地点之一，来葡萄牙可千万不能错过这里。罗卡角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，被水手们称为是欧洲的天涯海角。山路18弯，上下坡要不停地换挡，我也逐渐找到了开手动波的乐趣。一路上越来越大雾，现在终于到了罗卡角，然而能见度好像不足30米呀。这座石碑临海而立，上面刻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：路止于此，海始于斯。公元1500年的葡萄牙船队的冒险之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向前一步就是浩瀚凶险的大西洋，而再见陆地之时，则到达了美国东海岸。我想，一定是对未知的期待，才让人们踏上这段漫长的旅途吧。一场来到，却没有看到期待中的美景，大家都很失望。有的人选择立刻离开，奔向下一个目的地，而有的人选择留在原地，默默等待，期待雾会散去。有一些人的等待则没那么孤独。我在想，在人生中，当我们遇到不如意却又无能为力的事时，是应该有耐心的默默等待，期待情况会变好，还是应该毫不犹豫地奔向下一段旅程呢？耐心等待了好长时间，雾反而越来越浓了，所以我决定奔向下一个目的地了。毕竟旅途就有如人生，总会有很多不如愿的事情，而我的时间也有限，不能为了一个执念就放弃接下来的大好旅程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驱散浓雾的能力呀。原本对卡罗角的美景抱有很高的期待，结果什么都看不见，不仅有点失望，而且还有一点点迷惘呢，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好了。后来在地图上发现了一个很独特的海边小镇，决定去看看。虽然偏离了原来的路线，要绕很多路，可是我总是得重新启程的呀。这座海边小镇叫佩尼谢，是座总人口只有2000多的渔村。巨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让人平静，眼前的风起云涌，从无边无际的大海不断向我袭来，也让我感受到天地之大，我之渺小，瞬间放下了很多无谓的焦虑。下一站要到卢索去，一路上都天现异象。一开始出现了彩虹，然后天变得非常非常红，接下来下起了暴雨。不过我的心情超级好。刚
刚刚唱歌太嗨了，没有听到 GPS 的提示，结果错过了一个路口，现在要多开20几分钟。很多路段都是完全没有路灯的，天气恶劣，加上也比较晚了，路上的车也非常少。因为对路线不熟悉，我在高速上又错过了一个路口，导致整个行程要延误30-40分钟。出了高速以后，基本上都是黑乎乎的盘山公路，独自旅行一定要对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有自信才行。已经晚上11点多了，打电话给餐厅确认了厨房还能供应食物后，我来到了这里。这是网上一个评价很高的餐厅，我没有想到都快12点了，还这么多人，看来很受欢迎啊。在店员的推荐下，点了一个金枪鱼沙拉，还有经典的鱿鱼沙拉。另外还点了一个羊肉包，看着挺吸引人的呀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哎，刚才吃完那一餐，过了5分钟以后就感觉有点不妥。肚子痛的呀，难道是食物中毒了？我本来还想好好推荐一下那个餐厅的，味道不错，分量也大。然后我就立刻跑到厕所，刚好回到酒店了，还好。解决完了以后还是不行，还是很痛，就是痛到要晕的那种。然后我就爬到床上，痛苦呻吟了好几分钟，然后现在才渐渐的恢复了，已经没事了。但是当时还是有一点无助，我那时候就用自己的意志力告诉自己要坚持住，坚持住，要挺过去，然后就挺过去了。但是我觉得独自旅行的话，首要条件就是你身体素质一定要过关，然后要有一定的力量，不然就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的话，就会特别的无助。我觉得我这2个条件都满足，所以也还好。但是的确今天是很幸运的，因为我是到了房间以后才开始痛的。看看卢索这个小镇，其实昨天真的有点不顺。首先摔破了腿，然后自拍杆摔破了，然后走错路，到尾声的时候还没完，肚子痛。但这都是小事。
卢索是一座位于葡萄牙中部的小镇，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目的地，一般很少有游客会想到来这个地方。我到的时候是周末，意外地发现卢索居然有很多葡萄牙本地游客。原来在他们心目中，卢索是一座他们逃离都市生活，拥抱大自然清新空气，还有小镇慢生活的好去处。我此行卢索的目的是为了探访布萨克宫，它可是被列入死前必去的1000个地方之一呢。这是一座典型 Manueline 风格的华丽宫殿，可以满足大家对浪漫宫殿的所有幻想。宫殿于1885年为最后一位葡萄牙国王而建造，1917年改为豪华酒店，现在被列为是世界上最美丽、最古老的酒店之一。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之前，我打算在此用餐。为了融入宫殿华丽典雅的氛围，我还特意打扮了一番呢。虽然化好了妆，可是背个布袋，穿个球鞋。我决定换一双好看的鞋拍照。哎呀，可惜腿是伤痕累累的。哇，这个餐厅还是挺美的。带大家看一看，很华丽，整个设计都是非常奢华古典的。大家看看它内部的雕花，非常精致。其实大部分客人都比较喜欢坐在户外吃，因为我要自拍，不想影响到其他人，所以就坐在里面了。这个旁厅的拱顶小阳台非常漂亮。开胃菜点了一道水果海鲜拼盘，这个是烟熏吞拿鱼鱼子酱，这个是烤西瓜。好，来试一下这个烤西瓜。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西瓜的味道呀，糊弄人呐。主菜点了一个石斑鱼配珍珠麦，说实话对他们的摆盘真的有点失望，也太不漂亮了吧。食材的新鲜程度、口感都算可以，但是说到味道，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最后一道甜品我真是好失望，怎么这么丑啊？虽然食物的卖相和味道都很一般，但如此优雅美丽的环境为整个用餐体验增色不少。秒还在 Fine Dining， 下一秒就像一个农民工。